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王一博留给乐华的时间不多了。关于乐华上市的微博热帖中，有一则新闻看似平平无奇，只是简单罗列了上市的重点。乐华娱乐向港交所正式提交上市申请，近3年净利复合年增速达 67.6%。3年这个数字引来一大批带着王一博铁粉徽章的网友阴阳怪气，你品，你细品。5年之前，正是2019年，王一博凭借《陈情令》热播人气飙升。王一博背后的4000万粉丝，既通过群体性的氪金一次次把乐华的营收买上新高，又一次次把炮火对准了偶像背后的经纪公司。2020年6月，愤怒的王一博粉丝曾把乐华娱乐的宣发人员周兰抬上微博热搜，强烈要求公司炒掉这个人，原因是觉得周兰在处理王一博的业务时偏心，不重视。在杜华的大部分微博下面，也总能看到王一博粉丝的耳提面命，对王一博好点。在接受采访时候，杜华多次耐心夸赞王一博，称他并不是一夜之间就爆红的，他真的很努力，他真的很不容易，可以说是亲自下场巩固乐华太子的地位。但采访还有另一段，暗暗透露了偶像粉丝与偶像老板的紧张关系。杜华曾收到几十万条负能量私信，其中不乏直接的辱骂。似乎不论乐华娱乐怎么做，永远对王一博有所亏欠。随着乐华娱乐递交招股书，全国顶流与其背后的经纪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抽丝剥茧。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，王一博对乐华意味着什么？乐华娱乐能找到下一个王一博吗？在娱乐圈，王一博是坐拥4000万微博粉丝的顶流艺人。在乐华娱乐的招股书里，王一博是占公司营业成本40%的 B 供应商。陈情令大火的2019年，乐华娱乐为这名 B 供应商支出了3227万，随后水涨船高，到去年一路飙升至3亿，合理推测，这名 B 供应商很有可能是王一博。当然，乐华娱乐招股书里浓浓的王一博含量还不止于此。长期躺平的 A 股影视类公司中，乐华娱乐属于名副其实的鹤立鸡群，3年赚了 7.5 亿，且毛利率稳定在了40%以上。贡献收入的3大业务中，艺人管理带来的收入占据了绝对地位，2019年和2020年超过80%，2021年则超过了90%。一般而言，电影、剧集、综艺节目的合约数量增加，会带动经纪公司的收入增长，但实际情况是，2021年乐华娱乐合约数量相比前一年还少了15份，但营收反而增长了3亿多，说明单个合同的收入提高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收入进一步向头部艺人集中。不过，乐华娱乐并未在招股书中披露王一博个人的收入，但有2个参考，可以大致推算出王一博的收入对乐华娱乐来说意味着什么。其一是音乐 IP 制作及运营的营收。2009年至2021年，这块业务乐华娱乐的收入约为 2.5 亿。而王一博的《无港》和《我的世界》守则销量分别为1700万张和1500万张，按照市场价3元张计算，2首歌曲的收入贡献就接近1元。其二是看公司的营业成本。王一博个人的收入，对公司来说也是一种成本。如上文所述，这部分成本在招股书中以乐华和 B 供应商的交易金额呈现。过去3年里
，B 供应商的交易金额从3000万出头翻了10倍，秒杀国产剧里一切霸道总裁。虽然王一博并不持有乐华娱乐任何股份，但说乐华是王一博的公司也不算特别夸张。但在资本市场，这种营收过于依赖个人或单个运营商的公司，往往入不了资本大鳄的法眼，甚至有时都入不了证监会的法眼。比如天地在线2017年初次上市失败，就因为与360绑定密切，存在被替代风险和关联交易问题。2021年被否的16家公司中，有5家是因为供应商或客户集中度太高，而被认为有关联交易嫌疑。在王一博越来越重要的同时，乐华娱乐的造新星之路却变得越来越困难。一般而言，艺人给乐华卖命的方式有2种，一是参与商业活动，包括代言、商业推广活动等；二是提供娱乐内容服务，例如出演电影、电视剧及综艺项目。乐华娱乐前者的收入占比，从2019年的 59.8% 逐年增加，到2021年直接达到了 78.5%。毕竟做内容不仅投入高、周期长、风险高，还面临院线、渠道等一大批中间商赚差价。相比之下，代言等商业推广活动，直接让粉丝为爱发电，显然性价比更高。成立之初，乐华娱乐便与韩流时代造就的第一代流量明星韩庚进行了股权绑定，接着仿照韩国建立了偶像练习生体系，包括王一博本人最早便是组合 UNIQ 的一员，在韩国出道。2016年限韩令以后，乐华娱乐被迫出口转内销。同一时期，爱奇艺的偶像练习生、腾讯视频的创造101先后引爆饭圈，无论是第一代流量明星还是养成偶像，都有共同的特点，既有超高的曝光量，又有超强的转化率。2020年双11，按摩仪品牌的 SKG 官宣王一博代言，王一博定制款1分钟便卖出了2万台，当天 SKG 便成为天猫行业销售额 No.1。当年新增代言25项，涉及美妆、家电、汽车、食品等10几个品类，位列同年明星新增代言的榜首。养成偶像如孟美岐、希金丽则是从选秀场内延续到了出道。在选拔阶段，观众的热情带来了集中爆发的收视率，自然也能带来高昂的赞助费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粉丝直接发电的募捐费。成团之后，养成偶像的高曝光率、高转化率也使得他们成为品牌商的宠儿。创造101播出期间，乐华娱乐旗下的艺人孟美岐打破了单人粉丝公开集资的记录，高达1200万元。而热门选手王菊甚至没有成团出道，就拿到了潘婷的代言合约。对于经纪公司而言，培养练习生本质上是买一个看涨期权。在资本市场，看涨期权买100个中1个属于亏妈了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